西红柿是餐桌上常见的蔬菜，可以生吃，也可以炒菜吃。西红柿的营养价值很高，其中富含维生素、番茄红素以及各种矿物质，不仅能给身体补充营养，对心血管健康也有帮助。但是吃啥都不能够吃多，如果西红柿吃多了，可能会承担3个后果。第一个，损害牙齿。大家都知道西红柿有一定的酸味，并且含有植物酸，如果吃太多，很容易刺激牙神经，给牙齿造成伤害，所以吃的时候要适量。第二个，胃酸分泌过多。正常来说，适量吃西红柿能促进消化，但是西红柿中含有柠檬酸和苹果酸，如果大量食用的话，会刺激胃酸分泌过多，引起肠胃不适，对肠胃健康不利。第三个，影响月经。西红柿属于寒凉食物，对女性来说，如果大量食用的话，很容易刺激子宫，出现月经不调的情况。大家在吃西红柿的时候，最好不要吃青的西红柿，因为不成熟的西红柿含有龙葵碱，很容易引起中毒，所以吃的时候要注意哦。不管男女老少都喜欢吃水果，水果是非常有营养的，但水果也不能乱吃。对于肠胃不好的人，下面这3种水果就尽量少碰吧，再有营养也不行。肠胃不好不要吃桃子，桃子中含有很多营养成分，如果肠胃健康的话，那么对开胃是有一定作用的，但肠胃不好的人就建议不要吃了，因为桃子中含有大量的大分子物质，对于肠胃不好的人来说，容易给肠胃增加负担，所以要少吃才行。肠胃不好不要吃柿子，柿子的味道酸酸甜甜，是很多人喜欢吃的，但柿子属于酸性，肠胃不好的人如果吃了，容易刺激肠胃，加重胃酸分泌，引起肠胃不适，所以胃不舒服的人也不要吃。肠胃不好不要吃猕猴桃，猕猴桃属于寒性水果，也容易加重胃酸，给肠胃增加负担，所以肠胃不好的朋友，猕猴桃也要少吃，尽量一口都别碰。胃好不好，手掌有提示，若出现2种情况，要注意养胃了。手掌有白斑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手掌是比较红润的，这也是气血充足的一种表现。如果肠胃出现问题，影响人的消化和吸收，就容易出现营养不良、气血不足的情况。那么这时手掌就可能会出现一些白斑。若你也有的话，那就要注意调理肠胃了。手掌有红斑，除了手掌出现白斑是肠胃不好的表现外，手掌有红斑也要注意，有可能是肠胃出现问题，或者是体内湿热太重。不管是什么问题，都需要进行调理，这样才能够保证身体健康。若你没有出现这种情况，说明肠胃还算健康。那想要肠胃好，生活中要多注意饮食，多运动，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，这样才能呵护肠胃健康哦。肠道内堆积宿便，时间长了就会产生很多毒素，对人体产生危害，所以要及时的将宿便排出去才行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每天做一做，对减肥瘦身、清除宿便有帮助。这个动作非常简单。首先，自然站立，双腿并拢伸直，双手相互抱住对侧的手肘，然后慢慢的举过头顶，腰背要保持挺直。这样坚持3秒，再慢慢的向下弯腰，身体尽量的靠向腿部。弯腰的时候要注意，双腿要尽量的保持伸直，弯到自己的最大限度，然后坚持5到10秒钟，再慢慢的回到站立的姿势。每天早上起床后反复的做30次，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排出体内的宿便。每天坚持练一练，有很好的瘦身、塑形、清肠的作用。只要坚持就能看到效果哦，大家不妨试试吧。红薯是既美味、营养价值又高的一种食物。红薯属于粗粮，经常吃对身体有好处。但是有的人会有疑问，吃红薯到底是升血糖还是降血糖呢？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血糖高的朋友，生活中饮食要特别的注意。红薯属于粗粮，正常来说对身体健康有益，但是红薯的升糖指数是比较高的，如果经常大量的食用，对血糖的控制是不利的。而有的人会说，有些红薯吃起来也不甜啊，因为红薯的品种不一样，虽然吃起来不甜，但是吃的时候也要控制好量，要不然还是会引起血糖波动。
对于血糖高的人，可以少吃一些红薯，最好在吃的时候搭配着新鲜的蔬菜和水果，并且减少其他主食的摄入量，这样对控制血糖是有帮助的。苹果是营养又好吃的水果，很多人喜欢吃。苹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矿物质、花青素以及微量元素，那经常吃可以辅助降压、缓解便秘，还有美容养颜、延缓衰老的作用。但是吃苹果也是要分时间的，在2个时间吃营养翻倍哦。很多人吃错了。第一个，早上吃苹果，大家在吃早餐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苹果吃，因为苹果含有丰富的糖类和维生素，并且早上脾胃功能也旺盛，那苹果中的营养很容易被身体吸收，营养效果会翻倍哦。第二个，睡觉前1小时吃，晚上睡觉前也是吃苹果的好时候。苹果有宁心安神、补脑养血的作用，这时吃苹果有助睡眠，还能够防止口臭出现，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经常丢三落四，反应迟钝，记性也越来越差，这些呢都是很多人常见的现象。那如果想要提高记忆力，我们呢可以常做手部动作。俗话说十指连心，其实手指还连接我们的大脑，所以每天动一动手指有锻炼大脑的作用。动作1，将双手伸出来，5指张开，然后双手握拳。握拳时，左手大拇指在外，右手大拇指在内，然后再张开双手。再握拳时，左手大拇指在内，右手大拇指在外，这样反复练习30次即可。动作2，用右手的食指和拇指夹住左手的每个手指尖按摩，再用左手的食指和拇指按摩右手的每个手指尖，这样左右交替按摩3分钟。这2个手部动作可以锻炼双手，从而达到强化大脑、提高记忆力的作用。那每天坚持做，延缓大脑。春天是万物休养生息的季节，也是养肾的好时机。若想要肾脏好，平时要少做一件事，就是熬夜。熬夜不仅伤肝，而且还会损肾阴，导致雄激素分泌紊乱，对肾脏健康不利。那肾脏不好的人可以常吃2种黑色食物，有助肾脏健康。第一种，黑米。冬季吃黑米有很多好处，黑米中含有花青素，不仅可以抵抗衰老，还有很好的滋阴补肾的作用。经常吃可以帮助增强肾功能。第二种，黑桑葚。黑桑葚入肝肾经，而且桑葚中含有维生素、矿物质以及蛋白质等营养成分，经常吃有滋补肝肾、养肾、护肾的。肚子是最容易长肉的地方，真的是胖起来容易，瘦下去很难，所以平时就要管住嘴，迈开腿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动作，睡前做一做，有助减掉肚子赘肉。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首先仰卧在垫子上，双腿弯曲，双脚踩在地面上，下巴往下，最好收至锁骨处，然后呢向上卷腹，双手放在2侧大腿上，这样反复练习，每天睡前做5到10分钟。这一做的时候，腹部要收紧，保持自然的呼吸，使肩胛骨完全离开地面，腰部不要离开。那这个动作可以锻炼腰腹部肌肉，促进血液循环，燃烧脂肪，有很好的减肚子、瘦腰的效果。坚持练习，皮肤也会跟着变好了。大家不妨坚持的练一练，着自己的腰围越来越大，肚子上的赘肉越来越多，是不是很烦恼呢？如果你不想去健身房天天跑步机，可以试试下面这个小动作。这个动作呢非常的简单，平躺在床上或者是垫子上，双腿并拢伸直，双手抱住头部，将头部抬起来，然后再抬起双腿，让双腿轮流的做蹬自行车的动作，这样一弯一直的反复做，20次，回到原位再做，这样每天睡前反复做3到5分钟。这个动作可以充分的锻炼腰腹部肌肉，有很好的燃脂作用。坚持练习，肚子的赘肉呢也会远离你。那这个动作呀，躺着就能做，非常适合懒人瘦肚子。如果你也有肚子大的烦恼，不妨坚持练一练吧。相信坚持就会看到效果哦。肉是生活中经常会吃到的，但是呢，很多人在炖肉的时候会发现上面有一层白色的泡沫。如果泡沫太多，通常情况下都会将它撇掉。那出现的泡沫到底是肉的精华还是脏东西呢？需不需要撇掉呢？
如果在炖肉的时候出现泡沫，刚开始是白色的，时间长了就慢慢的发黑，那么这样的泡沫就可能是肉中的一些脏东西，最好将它们撇出来。但如果炖肉时出现的白色泡沫没有变黑，那么就是肉里面的精华了，这里面含有了非常多的营养。建议大家不要将它撇掉，对身体是有一定好处的。所以大家在炖肉的时候，如果第一次飘出来的泡沫里面有杂质，那么就将它们撇掉。等到后来再出现白色浮沫，就是肉里面的精华了，不要再撇掉了。不知道你在炖肉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？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